儿啊，这是咱林家祖传的护海符，咱家世世代代靠海吃饭，带着它，海就认得你。林向阳，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爸生前欠老子本金加利息整整100万，负债子偿，没钱就拿你家的地抵债。赵大发，我爸就借了10万，你故意抬高利息，就是想要我家那块地。少他妈废话，白纸黑字，识相的把地契交出来，否则老子今天就废了你这条腿！彪子，动手！老大，他被雷劈下海了，死定了！走，快走！是他自己走天险，不关我们的事儿，快撤！护海人回家了。我这是死了吗？怎么跟做梦了似的？我怎么没呛水？我能在海里呼吸了？难道是因为这个吊坠？爹，你说海认得我，就是这样认的？这也太邪门了吧？那我现在岂不是成了半个鱼？哎呦喂，真是服了，蠢货！别在这瞎晃悠了，好大一窝猫眼螺就藏在前面那块礁石缝里，去晚了全被海星抢光了。这是皮皮虾在说话，不是，我不仅能呼吸，还能听懂海鲜骂街了。我操，你听得见我说话？不是，你一大伙人怎么在海底站着呢？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赶紧让开，别耽误我抢猫眼螺。祖传吊坠，海底呼吸，能听懂鱼虾说话。这要是真的，那我林向阳怕是要翻身了。真的能走，真的能呼吸。这跟做梦一样。爹，你留给我的这东西，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先别想那么多了，不管怎么回事，现在最要紧的是活下去。赵大发那100万还在头顶压着呢。如果真能听懂他们说话，那找海货不就是开了天眼？你好。看来不是每条鱼都爱聊天。见鬼！这个愚蠢的人类怎么突然开窍了？刚才还跟条傻石斑似的杵在那儿，现在倒会走路了。小家伙，谢了。你在跟我说话？对，以后帮我找极品海物，少不了你吃的。妈呀，真是神了！活了3辈子，头回见着能跟海鲜唠嗑的人类。等等，你说真的？管吃的？这还差不多，行吧？看你态度诚恳的份上，左边珊瑚缝最深处还有2颗大雪豹，快去！再晚就被海星那帮土匪抢了。好家伙，这是雪豹还是红宝石啊？还有这儿，海草底下藏着一窝大青蟹，个个跟巴掌一样大。赵大发，你想用100万霸占我家的地，老子偏不让你如愿。爹，你看着，儿子今天开始不一样了。行啊，小伙子，手脚挺麻利，不过你这网兜也装满了，该上岸了。记住啊，回头多带点杀虫来，本虾以后就是你的专属海货情报员了。成交。那不是林向阳吗？不是说他昨天被雷劈了？看着不像有事，手里拎的啥？鳗鱼，林向阳，你不是被雷劈了吗？我姐夫说你死定了。老子好着呢，别废话，算一下多少钱？切，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我操，这么大个头的血河，我卖20年鱼头回见。这野生青蟹一只少说2000，这3只得顶我1个月工钱。这小子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顶级货？被雷劈还能劈出财运来？哼，在我这儿，你这一桶最多50，爱卖不卖。张老板，压价压成这样，你可真丧良心。可惜，你今天遇到了我。兄弟，夹他一下，完事我送你回大海。一言为定，早就看这光头不顺眼了。听见没？这小子被雷劈傻了吧？跟螃蟹说话。啊！我的命根子，快松开！断了，要断了！哈哈，报应来得太快了，活该！平时这市场就他压价最狠，还强买强卖。今天让螃蟹教他做人。张老板一口价1万，给个痛快话，收不收？再犹豫，子孙代可就没了。收，我收1万，我再也不敢了。螃蟹大哥饶命啊！能听懂这些海洋动物的话，还真是方便。赵大发，你封我的路，海给我开了条新的。哎呦喂，哪个王八蛋扔的夜明珠正卡在老子肚子里，硌得慌，痛死鱼了！夜明珠卡在鱼肚子里，这条鱼在说人话。哎呦，哪个杀千刀的扔的珠子卡嗓子眼儿了，疼死鱼了！就是他，肚子里有东西。张老板，我要买这条鱼。好小子，刚才宰了我1万，现在又要买鱼，而且偏偏挑这条半死不活的，这里头肯定有名堂。你想要？好啊，这一条2万，少1个子儿都不卖。2万，一条破鲈鱼，张强这是明抢啊！成交，这鱼归我了。哎呦喂，慌死爹了！快住手！啊，晕了！不对，你小子花2万买条快死的鱼，这鱼一定有什么名堂，把鱼还我！得救了，这辈子再也不乱吞东西了。我了个大操！这是极品海东珠，看这成色，起码值50万，50万啊！还你，看来我这2万块钱花的挺值。这怎么可能？你就是走了狗屎运！把珠子还给我，2万块退你，这鱼我不卖了。钱货两清，白纸黑字，你想硬抢？张强，回去告诉你姐夫赵大发，想要我家的地，没门儿。不就是100万吗？老子马上就甩他脸上。姐夫，出事了！林向阳那小子他妈的还活着，刚才在市场上，他从一条破鱼肚子里淘到一颗50万的东珠，他放言说马上就凑齐100万，你快想办法，不然那块地皮真要黄了。姓林的还真是命大，雷劈不死，海里淹不死，现在居然还他妈走屎运挖到宝了！彪子，带2个身手好的，今晚去顶林向阳，不管用什么办法，逼他把地契转让协议签了，人死活我不管，合同必须给我拿回来。老大放心，这回我带了家伙去，他要不签，我把他摁在水里签。白天那个皮皮虾吃了沙产，就给我指了血蚌和青蟹。今晚我下了血本，买了整桶极品沙产，看能不能引出哪个馋嘴的海鲜，给我爆点更猛的料。沙蚕是沙蚕，好家伙，今晚有人给本爸爸上供了。愚蠢的两脚兽，本爸爸这片龙虾霸王，简称虾霸，你挡着本爸爸吃饭了，让开！说谁愚蠢呢？虾霸？我的个大沙蚕，这愚蠢的两脚兽，能听懂本爸爸说话？两脚兽，本爸爸警告你，赶紧让开，否则本爸爸的大钳子可不是吃素的。想要沙蚕？行啊，告诉我海里哪儿有宝贝，就给你吃。告诉你，爸爸都告诉你，前面那片海下面埋着一艘大船，烂了不知道多少年了，里面全是亮晶晶的宝贝，本爸爸亲眼见过，够不够？沙虫给不给？海底沉船，那真要发了。
赵大发的100万算什么？一艘沉船，怕是能让我这辈子都不用再愁。谢了，虾爸，等我回来再给你带1桶。林向阳，把你家地的转让协议签了，否则老子今天就把你废了，扔海里喂螃蟹。魏两脚兽，这帮人冲你来的。好像是。你先别动。行吧，那本爸爸就先看会儿热闹。要是他们敢踩到本爸爸的沙蚕，那可就不一样了。真不巧啊，这会儿来找我麻烦，我可有帮手。虾爸老大，帮帮忙呗，不然你那些沙巢全被这帮人踩烂了。混账！敢在本爸爸的地盘毁本爸爸的口粮，当爸爸我是小卡拉米吗？小的们，给我上！我的脚疼死老子了！有毒蛇，有毒蛇啊！妈的，怎么这么多螃蟹？疼死老子了！哪来的？哪来的啊？哎呀，彪哥，这地方太邪门了，水里也有东西，快跑吧，彪哥！回去告诉赵大发，想打我林家地皮的主意，趁早死了这条心。多谢虾爸老大付诸，这是说好的谢礼，我得抓紧时间去沉船那边看看了。啊，行吧，行吧。下回有这种活儿，记得提前打招呼，本爸爸好排班。刚才要不是虾爸，还真不好收场。看来这片海里的朋友比岸上的人靠谱多了。发家致富奔孝康，全看今晚这一哆嗦了。不过这么大的船，从哪儿下手？万一里面盘着条剧毒的海蛇，或者藏着什么大家伙，我这就交代在这儿了。救命啊！卡子老归我了，谁来拉老龟一把？哎呦，太好了，是个两脚兽，有救了，有救了！呼，多亏了这个善良又帅气的两脚鱼，这破木板卡了老龟好久了。老龟还以为这辈子要交代在这儿了。善良又帅气，我承认，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啊，你能听懂老龟说话？老龟活了快200年了，头回见着能听懂老龟说话的两脚兽。不，等等，你竟然能在海里呼吸，嘴巴鼻子都不冒泡，神奇技呀！你是海神派来的吧？一定是海神派来的。算是吧，我也说不清楚。这是古岩园，一赔少说值几千，这一箱子，这是老龟我给海神使者的谢礼。以后你在这片海遇上什么麻烦，随时叫老龟，别的不敢说。这片海域的暗流和礁石，老龟闭着眼睛都能绕开。这宝贝，我就这么找到了，而且还在海里搭上人脉，不对，龟脉了。爹，你这吊坠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林向阳，你不仅打了我的人，还敢在我承包的沙滩上偷挖宝贝，活腻了。老大，这小子现在邪门的很，刚才海滩上突然冒出成群的螃蟹和海蛇，你小心点儿。银元，这小子又从海里捞着好东西了，把他手里那点东西给我抢过来！果然意外之财不好得，手还捂热乎呢，就要被抢了。赵大房，这东西今天你怕是抢不走。少来这套，怎么还想搞一堆螃蟹出来吓唬人？我告诉你，只要出现在这个海滩上的东西就是我的。今天你交也得交，不就打到你交！你就是林先生，我是省海洋研究所考古研究员蓝雅宁。是你打电话说发现了沉船古物？是我，这是我刚从海底捞上来的，我决定上交国家。太感谢了，林先生。这些银元的形制和锈蚀特征，初步判断是清代中晚期沉船遗物，对研究近海贸易航线有重大意义。狗屁考古东西，这是我承包的海域，在我地盘上发现的，就是我的，给我把东西抢过来！
赵大发先生，这些是沉船文物，受文物保护法保护。这批古物我已经在10分钟前上报省执法队备案。抢劫文物，最低判10年。你想坐穿牢底吗？老大，抢文物真是重罪，我查过，而且他好像真报上去了。哼，我们走。林向阳，2天之内要凑不齐那100万，咱们走着瞧。这个决定是对的，东西在我手里迟早被赵大发抢走，上交国家至少保住了。只不过100万的大窟窿还在，我得想别的办法赚钱了。林先生，按规定，主动上交具有文物价值的出水物品，可以申请专项保护奖金。我帮你填了加急申请，20万，明早到账。真的？20万？蓝研究员，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下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了。应该的。后续如果还有发现，可以直接联系我。一定。加上那颗东珠的估价，我现在手上差不多有70万了，还差30万，得赶紧把手里这批货出掉。孙老板，刚出海的极品青蟹，1只足斤足两，给个实在价。林老弟，赵大发昨晚放了死命令，谁敢收你的货就砸谁的店，我上有老下有小，真不敢收啊！你快走吧。赵大发，算你狠，明摆着想掐断我所有来钱的路子，逼我拿地抵债。行，既然卖不了货，那我就走别的路子凑钱。30万，正好补上窟窿，而且一旦拿到国军馆的供应商资格，那就是政府认证的招牌。到时候赵大发那个封杀令，连个屁都不是。我要翻身了。报名。碧海湾好船都被我租下来了，林向阳想得冠军赢30万，得问问老子同不同意。赵大发这是铁了心要搞死林向阳啊！那船一看就值几百万。林向阳，别告诉我你就打算开那堆烂木头出海？不会是还不起钱，准备开着烂船投资金，好赖掉我老大的债务吧？船大管什么用？赵大发，你那几百万的声大，看得出你脑子里的水有多深吗？死鸭子嘴硬，今天可是期限的最后一天，你要是还不上钱，老子就占了你的地，到时候你连这堆烂木头都没地方补。废话少说，咱们海里见真章。蓝小姐，你个考古研究员来这儿干嘛？今天是捕鱼大赛，可没文物给你捞。林向阳，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里特派的赛事监督评委，专门来盯着你，免得你小子又把什么海底国宝捞上来。是吗？那你可抓紧了，出发。林向阳，情况不妙，赵大发太卑鄙了，他在前海区布下了3道绝户网，那种网一过，别说鱼了，虾米都给你捞干净。不慌，他赵大发网子再大，还能罩住整个海。可你的破木船又去不了深海，前海区的鱼群被绝户网截光了，你拿什么赢他？海龟大爷，江湖救急呀！恩人，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海龟大爷，我急需要一批极品海货，你有什么办法吗？恩人，北边深海冷流突变，正把一波极品蓝鳍金枪鱼往北边乱石礁的死路里赶，去晚了可就跑光了。林向阳，你疯了！北边是乱石浅滩区，海图上标注的鱼货空白区根本没有鱼，你开错方向了。蓝研究员，相信我，我带你去抓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鱼。这小子比老龟想象的还胆子大，那片乱石滩可不只有金枪鱼啊！赵大发这个疯子，他是故意抓我们！哈哈，林向阳，就你这堆烂木头还想赢？老子先走一步，你慢慢飘吧。姓赵的，你狂不了太久了。妈妈，铁绳子勒进肉里了，好疼，我喘不上气了。妈妈，我的孩子，天杀的人类，我这就掀了上面所有的船，给我的孩子报仇。糟了，赵大发的绝游网缠住座头鲸幼崽了，母鲸发疯要掀船。怎么可能？我这探测仪上根本没有任何显示。林向阳，这里是深水区，你连潜水装备都没有，下去就是送死。况且你是来参加比赛的，耽误了时间你就输了。
蓝大评委，抓紧栏杆，别松手！我总不能见死不救，要是去晚了，这片海上所有的船都得给小鲸鱼陪葬。林向阳，你这个疯子！又来一个两脚兽，我要你粉身碎骨！别，看清楚，我手里是刀，是来割断网救你孩子的。我跟那群放网的人不是一伙的。你能听懂我说话？妈妈，好疼，野网越勒越紧了。妈妈，两脚兽，如果你敢骗我，我吞了你！妈妈，我是不是要死了？不会，一定没事的，一定没事。如果我孩子出事，我让这片海域的所有两脚人全部陪葬。快点，再快点，给我断！不疼了，不疼了，妈妈，我出来了！太好了，总算没白费力气。两脚兽，你救了我的孩子，我送你回船上去，这是鲸族最高的谢礼。林向阳，你没事吧？座头鲸再给你当坐骑，你到底是渔民还是水神？蓝大评委，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儿多了去了。比如我长得帅，动物园比较好。呸！差点死在海里还贫嘴，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以为你……林向阳，你快看海里！座头鲸在帮你驱赶鱼群，还全是极品蓝鳍金枪鱼！天哪，这怎么可能？谢了。做好事儿还是有回报的，这场比赛我赢定了。该死！这不可能！这小子怎么可能捞到蓝鳍金枪鱼？还捞了这么多！他是把整片海的金枪鱼都赶进网里了。老大，要是让他把这些鱼带回去，捕鱼大赛的冠军就铁定是他的了。那100万他就能凑齐，而且还能抱上国宾馆的官方大腿。到时候咱们再想动他的地就难了。彪子，把油门给我踩掉底，正面撞过去，把那艘破船给老子撞沉。人死了，地就是我的。是，老大。林向阳，赵大发要做成我们！敢动我儿子的恩人，给老娘滚开！我操！这座头鲸疯了！转舵，快转舵，给老子全速掉头！天哪，那只鲸鱼，它是在保护我们吗？那当然。蓝小姐，坐稳了，我们回去拿冠军。天哪，竟然是蓝鳍金鱼，肌肉紧实，脂肪分布均匀，鳞片完整无损伤。这种品相，这种新鲜度，我在碧海湾评了15年鱼，头一回见到。一条少说20万，甲板上那堆少说10几条。林向阳这小子发大财了！我宣布，碧海湾首届官方捕鱼大赛的冠军是林向阳，同时他将获得奖金30万元，并正式签约市国宾馆，成为官方指定海鲜供应商。高大发，加上这30万，100万凑齐了。我家的地，你休想再动一根手指头。带着你的人，滚！林向阳，你别得意，钱是够，可惜你晚了一步。赵大发，什么意思？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还款截止到今天下午17点整。现在17:07分，
你超了1分钟，这叫违约。就1分钟，你是故意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多1秒钟也是逾期。林向阳，真是老天都在帮我呀！你的地现在归我了。彪子，把备好的铲车给老子开过来，老子要亲自去把林家的地皮清干净。赵大发，你也太不识东西了，人家小林钱都还你了，你怎么这么丧尽天良？就是你凭啥抢人家的地啊？作孽哦，小心遭报应！来，继续喊，继续骂！今天谁敢挡路，老子就按非法阻碍施工处他去坐牢。你们谁要当第一个？赵大发，我全程录像，你没有法院强制执行令，私家强拆是犯罪，你才应该坐牢。妈的，多管闲事的臭娘们儿！彪子，把那臭娘们手机给老子抢过来砸了！别碰他！他妈有本事冲我来！什么破玩意儿！不要！林向阳，你怎么了？你在发抖？呸！废物！走，去平了林家地皮。林小弟，本爸爸来救你了！小子，你的项链本爸爸给你捞回来了！小弟们，上，判他们！这龙虾成精了！兄弟们，夹碎这帮两脚兽的蛋！我操！哪来这么多螃蟹啊？夹我屁股了，疼死我了！快跑啊！快跑啊！螃蟹疯了，海水里也有，满地都是！我的妈呀！这龙虾怕不是东海龙王派来替天行道的吧？还想跑？平时欺负我们欺负够了，乡亲们，给我打！大家伙用扁担敲，别让他们跑了！吃我一记无敌触手啪啪拳！投降！我们投降！别咬了！救命啊！笑死我了！海里的生物今天都疯了吗？恶有恶报，连海里的鱼虾都看不惯他们了。赵大发，那100万老子已经连本带利还清了，以后少打我林家地皮的主意，带着你的王八壳滚出碧海湾！还清？林向阳，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逾期违约金，3天之内，你要是凑不齐剩下的200万，老子照样能起诉你。这块地，最后还是姓赵。200万，3天时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万算什么？蓝大评委，等着看吧，这片大海会帮我连本带利赚回来。圣上，您放心，3天后林兆阳那穷小子的破地绝对是您的，我已经安排了法务，逾期违约金、起草书都备好了。是蠢货！老子等了你多少天了，项目早就批下来了，你现在居然告诉我还要再等3天，你知不知道耽误老子1天要损失多少钱？圣上息怒，圣上息怒！林向阳那小子实在太邪门了，我带了几10号人都没能。老子不管你用什么手阴沉，要是再搞不定那块地，耽误了我打捞冷泉区底下那艘沉船的事，老子让你在碧海湾彻底蒸发！圣上，3天之内，我保证让林向阳在碧海湾消失，把地双手封上。指望这个废物，老子迟早覆辙。为了他保险起见，还得动用关系，暗中是碧海湾海域的整体开发权。等批文下来，别说那块破地，整片海都是我的。赵大发这200万的坑，光靠卖普通海货肯定填不上，看来得再去深海寻摸点更值钱的东西了。林上阳，省城顶级餐饮巨头秦总正急求一批野生冷泉黑金鲍，你要是能找到，就能拿300万奖金。300万？你怎么知道这消息的？我动用了省海洋所的人脉，连夜打电话四处打听才查到的。秦组要办一场高规格的私人宴会，菜单上什么都定了，就差这道主菜压轴。这消息目前还是内部机密，知道的人不超过5个，你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娘娘，谢谢你。不用谢。
我只是不想看你失去你爸留下的遗产。但是梁阳，黑金豹只在深海极寒的冷泉区才有，那里暗流交错，水温常年只有几度，而且今晚天文大潮，急流速度是平时的2倍。你放心，我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蓝雅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四处奔波，等我度过这道难关，一定会好好报答你。谁要你报答了？先把你的本事用在正事上再说吧。向阳，今晚是天文大潮，冷泉区的急流速度会是平时2倍，一旦被卷进暗流，你连浮上来的机会都没有，一定要小心。放心，管他什么天文大潮，这片海就是小爷我的后花园，别说是冷泉区，就是东海龙王的宝库，我也照样砸门进去。一定要回来。向阳，能听到吗？你的氧气阀是不是坏了？为什么消耗量是0？雅宁，我没事儿，可能是这水下温度太低，仪器冻坏了。胡说，这是海洋所专用的抗冻设备，零下30度都能正常运作。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憋气？你已经下去整整5分钟了，正常人5分钟早该上湖换气了。放心，我从小水性就好。我到断裂站了，先切断通话，免得漏水。还负5分钟，零消耗。林向阳，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石斑鱼老哥，知道这附近哪有黑金豹吗？黑金豹那玩意儿这片多的是，我都吃腻了。你顺着冷泉口往下游，到第2条断裂槽附近，沉船周围有你想要的东西。找到了，真的是野生冷泉黑金豹，这一趟300万到手了。天哪，这是消失了几十年的野生大黄鱼洄游暗道，居然藏在冷泉沉船底下。发财了，这箱子里全是保存完好的宋代官窑瓷器，随便一件就够老子在省城买套房。少废话，手脚麻利点。妈的，都怪赵大发那个没用的废物，连个臭渔民都搞不定，害得老子大半夜还得下水干苦力。就是，要不是等那废物拿下林家里的地皮，好让盛少建私人深水码头，咱们早就在白天开大船，大摇大摆的把国宝运走了。谁在那边？赵大发死咬着我家的地不上，不是为了那100万，是为了给幕后黑手建走私码头，偷运海底的国宝。盛少、盛杰，这帮人是一伙的。这么多，全是极品冷泉黑金豹。向阳，你做到了。雅宁，我在下面撞见了一伙人，赵大发的人正在用撬棍撬沉船上的木箱，箱子里全是瓷器，听他们说是宋代官窑的。这群无法无天的畜生！向阳，这事涉嫌重大文物走私，光靠报警来不及了。我立刻越级向省海洋所汇报，走紧急通道申请文物执法队介入。咱们必须拖住赵大发，绝不能让他抢占你家地皮。秦总您好，这位就是林向阳，黑金豹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帮您采摘上来的。裙边金黄，肉质紧实，隐约有一丝冷泉的矿物清香。这确实是野生冷泉黑金豹，而且是15年以上的老豹。小兄弟，这批货我全要了，300万，立刻转账。您尾号0823的账户收到转账汇款人民币300万元。秦总爽快，小兄弟，以后有好货直接联系我，价格随你开，我在省城等你。林洋洋，3天期限到了，200万现金呢？拿不出来，这地皮老子现在就收走。200万整，你一个穷渔民哪来这么多钱？200万一分不少，欠条已悔，你我两清。林向阳，你还了钱有什么用？
圣少已经拿到了碧海湾海域独家开发征收令，这片地马上就要强制征收，给老子菜把这全部推平！全部给我住手！谁敢在特批保护海域非法强拆？刘会长，您怎么来了？这块地圣少已经拿到征收令了。圣杰涉嫌违法犯罪，其开发征收令已正式废除。鉴于林向阳同志发现并保护了宋代古弹船文物，经省文物局和省海洋所联合审定，即日起该海域的临时管理权正式移交给林向阳先生。听懂了吗？现在这里，老子说了算，给我滚！向阳，你交上去的沉船资料和现场取证视频太关键了。省文物执法队已经连夜行动，追回了大部分流失的文物。你提交的那些水下照片，直接锁定了赵大发团伙的作案时间线。这只是第一步。赵大发在碧海湾混了这么多年，根基深厚，光靠程序上的调查，他随时可以找人顶罪，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你说的对。其实我刚刚从省海洋所的内部通报里查到一个关键信息：盗掘沉船、栽赃考古队监守自盗，把所有罪名往赵大发身上推的幕后真凶是圣杰。圣杰？圣杰是谁？圣杰是盛世集团的法定继承人，赵大发真正的老大。盛世集团一直想拿下碧瑶湾的海域开发权，你在码头上打掉了赵大发，等于直接卡住了圣杰的项目命脉。他一定会借机报复你的。而且手段绝对比赵大发更狠、更专业，你一定要小心。放心，我会小心的。暂停交易！林向阳一个臭渔民哪来这么大能量？赵大发那个废物，连一个渔民都搞不定，我养他有什么用？盛总，是省海洋研究所的蓝雅宁插手了，他那边直接越级向省里递交了材料，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郑少。我不管你和那个渔民有什么恩怨，但我老板要的是碧海湾沉船船上的那批古董。今晚你们把沉船炸开，把国宝全部运走，谁挡路就做掉谁。知道了。老大，这定向炸药1块就能炸穿3厘米厚的钢板，只要把6块全部贴在沉船主舱甲板的承重梁上，3秒钟整艘船就能从中间裂开，到时候古董全部露出来，我们直接捞了就走。好。林向阳那个小畜生不是拿到了控制权吗？不是觉得自己赢了吗？老子今晚就把沉船炸个稀巴烂，把古董全部运走，看他拿什么跟我斗！全部跟老子下水！也有，今晚这港挡路，直接沉海喂鱼。快，还有最后2块，填完就撤。朋友，那帮家伙要在水下放炸弹，毁了沉船，快带上你的族群缠住他们。一个也别放走！妈的，这群玩意儿天天霍霍海底还不够，还要搞爆炸！小的们，上去弄死他们！下巴，带弟兄们上去，把炸药的引芯全部剪断，把炸药扒拉下来扔进深海海沟。交给我们吧，小子！兄弟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给我上！前方船只听着，我们是海警缉私队，你们已被包围，立刻抱头投降，不得反抗。林向阳，你个小畜生，你别得意，老子进去了，你也别想好过。盛少已经知道了，盛世集团不会放。你还是先进去想想怎么把牢底坐穿吧。赵大发被捕，沉船计划失败，国宝一件没捞到的。林向阳，你断我财路，老子跟你没完！向阳，你真的打算自己开饭店？没错，与其把货贱卖给赵大发那种人，不如自己开一家海鲜酒楼，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海参哥。盛杰，这里是私人住宅，我们不欢迎你，请你立刻离开。蓝小姐，别这么敌视我。我今天来是给这位林向阳兄弟送一桩一辈子都挣不来的泼天富。林向阳先生，这是盛世集团法务部起草的碧海湾冷泉海域使用权整体转让与股权收购协议，请您过目。临时管理权是省海洋局特批的生态试点保护区，不卖，也卖不了。
林向阳明人不说暗话，冷泉底下藏着价值上亿的野生大黄鱼回游安道。我出价1000万买断你手里所有的管理权，再给你5%的干股，你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数。林先生，如果拒绝，盛世集团有100种方法能让您的生态试点在碧海湾办不下去，您可以考虑一下。1000万，拿着你的强盗合同，立刻滚出我家。林向阳，你给脸不要脸，咱们走着瞧。盛少，这小子实在是不识抬举，要不我今晚多带几个兄弟，直接去码头把他给……蠢货！赵大发刚因为走私被抓，海警的眼睛正死死盯着碧海湾，你这时候动手，是嫌老子死的不够快吗？对付这种底层的穷爆弹，不需要动刀动枪，用规则就能降维打击，玩死他不是拉到了秦总的投资，正筹备开一家叫海神阁的海鲜酒楼吗？你去找人举报他资质不全、消防不合格、卫生许可证有争议，让他们无限期停业整改。另外，通知我们名下的冷链有限公司，溢价30%，买断碧海湾全镇所有沪冷链车队的短期租约。我要让林向阳补上来的雨，全部烂在他自己手。是，盛少，我马上去办。消防通道宽度差了10公分，按规定必须整改。卫生许可证存在争议，正在复查。整改合格之前，海神阁不得擅自营业，否则依法封店。这不可能，消防通道是上周你们亲自来验收合格的，验收单上还有你们的签名。卫生许可证也是前天刚拿到的，初审回宫。你们这根本就是无理取闹。雅宁，不用跟他们争，他们只是跑腿的，后面有人递条子。哟，林老板，怎么开业大吉变成闭门思过了？忘了告诉你，盛世集团已经买断了碧海湾所有冷链车队的短期租约，从今天起，整个碧海湾没有一辆冷链车敢接你的货，是吗？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手，走着瞧。向阳，盛杰这招太狠了，冷链断了，货车进不来，线下店被封，大门开不了。海鲜这种东西，从出水到上桌超过6个小时，肉质就会明显下降，到时候货砸在手里，连本都回不来。雅宁，你是不是忘了咱们背后站着谁？谁？省海洋研究所。对，你以省海洋所的名义，给我们捕捞的海货申请官方认证，贴上碧海湾冷泉生态海域的高端身份标签。盛杰断了陆路冷链，咱们就改走省城秦奏的路子。他的直升机冷链专线不比货车慢。今晚我去魔鬼礁石滩捞一批顶级食材回来，极品九节虾、野生老石斑。等秦总的直升机一到，海神阁的第一批货直接从他那儿出。什么封店令，什么冷链封锁，让他看看什么叫开门红。于哥，这附近哪里有成群的极品九节虾和野生老石斑？前面那个被海草缠住的死胡同里，刚来了一群肥得流油的九节虾，正开会呢。老石斑嘛，他们都躲在最深的那条石缝里，不好找。多谢兄弟，回头请你吃大餐。向阳，你真的抓到了九节虾、老石龟，全都活蹦乱跳的。雅宁，看你高兴的，店面整改的事情解决了？解决了。我昨天托省海洋所的老同学，把盛杰恶意打压的完整证据链递到了省市场监管局的领导桌上，领导当场批了绿色通道，海神阁今天可以正常营业。那就好，走，回去准备开业。林向阳、蓝雅宁，你们两个胆子真不小，一家被下令查封的破店，你们也敢偷偷营业，就不怕秦总和诸位贵宾吃出毛病来？盛杰，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特批的绿色通道营业许可，你找的人递的条子已经被撤回去了。就算有批文又怎么样？碧海湾全镇的冷链车队都在我盛世集团手里，没有冷链车，你们后厨现在用的怕是昨天卖剩下的死鱼吧？盛大少爷，死鱼活鱼你自己看。肉质鲜嫩弹牙，入口有冷泉的矿物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花板级食材。盛杰，你欺压业青年，划毒手段下作，我代表省餐饮协会正式表态，从今天起，盛世集团的任何餐饮项目都不再纳入协会的合作名单。林翔阳、蓝雅宁，你们给我等着！小子，快醒醒，别睡了！有人翻墙摸进储水池了，
那家伙身上一股子烂鱼臭虾的味儿，隔着半个院子都熏鼻子，一闻就不是好人。嘿嘿，林上阳，明天早上你这池子里的鱼虾蟹全得翻白肚皮，看你拿什么开店。啊！我的手，痛痛痛！放手！你谁呀？我只是路过的，走错路了。路过的，我手里的视频带到警局，你至少判3年。你管这叫路过？别报警！我全说，是盛世集团的盛杰，他给了我20万，让我把这桶毒水倒进你的出水池，是他指使的。盛杰，这次看谁能保得住你。盛少，黑皮已经去了快1个小时了，到现在还没回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意外？黑皮是个老手，从城南到城北干了10几年脏活，那桶毒水只要沾上一滴，神仙难救。林向阳那些鱼虾，明天一早全得翻肚皮。万一林向阳查到了我们头上呢？碧海湾是我的地盘，他要是识相，把黄金鱼道和那块地皮交出来，我还能赏他一口饭吃。他要是想反抗，就让他永远睡在碧海湾。向阳，黑皮彻底扛不住了。昨晚连夜把盛杰指使他的全过程都交代了，警方今天早上已经正式对盛杰立案调查。盛杰在碧雅湾经营了这么久，根基深得很，光凭一个打手的口供，他随时可以推出一个替罪羊来顶包，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咱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你说的对，但有一件事是板上钉钉的，立案侦查一旦启动，盛杰1个月后的盛世集团继承人资格自动取消，他现在肯定已经收到风声了。越是这个时候，盛杰越容易狗急跳墙，咱们得盯紧冷泉海域的沉船。他如果还想翻盘，唯一的筹码就是那批文物。法务部那群废物，连投毒这么小的事儿都压不住。一旦警方正式传唤我，老头子一定会收回我所有职务。盛少，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趁着今晚大雾，立刻动用打捞船，把沉船底下的文物全部捞上来。只要拿到那批宝藏，我就还是盛家的继承人，谁也动不了我。盛杰，你疯了！这是国家保护的古沉船海域，你这是公开盗掘文物！蓝亚宁，别乱扣帽子，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市里特批的水下考古勘探临时批复，我们盛世集团现在是合法施工。假批复你也敢拿出来显摆？盛杰，你投毒的事情已经败露了，现在想强抢文物翻盘，你真是连命都不要了。少废话，林向阳，你敢拦我就是妨碍公务，开工，给我往下挖。向阳，盛杰手里有那份临时特批，虽然我们知道它是假的，但程序上我们如果在海面上硬拦，确实会理亏。亚宁，你立刻给省考古队打紧急电话，把盛杰的假资质当场揭穿，让他们以最快速度赶过来。至于海面以下的事儿，交给我。八爪鱼王，上面那个大铁爪子要强抢宝藏，还会把沉船砸烂，把你们住的地方全部毁了。大家一起出手拦住他！可恶的铁罐头！兄弟们，跟我上，勒死这个大铁爪！卡住了，卡死了，看看他还怎么动！盛少，不对劲啊！底下的泥沙好像有古怪，抓瓜每次放下去都像打在棉花上，液压系统压力一直在偏升，再过几分钟就要负荷爆炸了！废物，全是一群废物！盛少，省考古队和省海警已经接到举报，正往这边赶，最多1个小时就到了。老子为了这次继承人考核押上了全部身家，一旦拿到古董，盛世集团就是我的！不用爪斗了，立刻动用水下定向爆破装置，把下面的泥沙和沉船外壳直接给我炸开，强行夺宝。剩下爆破，我们自己也会被掀飞的。老子炸你就炸，出了事我担着，快去！向阳，省考古队和省海警已经在路上了，但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个疯子，他下令用爆破，想在沉船区直接引爆炸药。那来不及了，引爆炸药的话，沉船完了，珊瑚礁完了，底下所有的海洋生物全都保不住。一定要赶得上。动作都快点！盛少说了，这玩意儿是特制的定向重炸药，要是出了差错，咱们全都得粉身碎骨。倒计时只剩45秒了，快放下，快！海里的朋友们，这群疯子要炸毁我们的海湾，毁掉沉船，毁掉你们所有人的家，全部游到那艘大船的前面，用你们的身体挡住他们的眼睛。电如，帝王蟹，爆破箱马上就要炸了。电如，用强电破坏它的计时芯片。帝王蟹，剪断挂锁。小子，瞧好了，本电王一出手，什么破铜烂铁都得趴窝。干得漂亮，帝王蟹，该你们了，快剪断绳子。走你，垃圾就该。
回他该去的地方。圣少，不好了！盛大探测器被密集的鱼群堵死了，屏幕上全是回波信号，根本看不见前方的海底地形。废物，用雷达呀！养你们是吃干饭的吗？雷达也没信号了，全频道都被干扰，而且刚才底层传来一阵电路爆鸣，爆破箱的电子信号彻底消失了，炸药哑火了！你说什么？哑火了？那可是老子花了500万弄来的特种炸药，怎么可能哑火？圣少，别管炸药了，深海警船的信号已经出现在外海边界了，最多还有20分钟就要包围这里了。该死！现在掉头！从深水区全速撤出去，快开船！大雾太浓了，我根本看不清深水区的壁礁浮标，万一偏了，会撞上魔鬼礁石区的暗礁。闭嘴！再不走，大家都得死！给老子开！林向阳是他的破船，这个杂碎故意挡在深水航道上，他是想拖延时间等海警来，人赃并获，整死我！圣少，前面是他的船，如果强行冲过去会撞死人的，而且稍微偏一点就是魔鬼礁石区。撞死他！他想让我坐牢，那他就先去死，撞沉他！给我把他的破船撞个稀巴烂，强冲过去！向阳，圣杰疯了，他要撞死我们！圣杰这是狗急跳墙了，亚宁抓紧栏杆，航线偏了，前面是魔鬼暗礁区，快减速啊！不许减速，给老子冲过去！底舱穿了，水灌进来了，大船要沉了，快放下应急快艇逃生！好，老子的货全没了，老子就算逃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林向阳，你毁了我的一切，今天老子不走了，我要你给老子陪葬！圣少，别冲动啊，给老子死，一起死吧！撞死你，撞死你这个泥鬼子！向阳，怎么办？圣杰这个疯子不要命了！亚宁，小心身后！八爪鱼大哥，谢谢你救我一命。还得多谢你，人类，你阻止了这群疯狂的家伙，保住了沉船，也保住了我们的家。大哥，麻烦你把我送上去。你这个疯子，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我命硬着呢，阎王爷不敢收我。别哭了，快联系海警清屋，那边油污扩散了。已经在路上了，我刚上船的时候就已经打了。这不可能！你受了那么重的伤，掉进海里，怎么可能还活着？圣杰，天都没收我，今天该死的人是你。圣杰，你涉嫌非法爆破、盗掘国家级文物、故意伤人之嫌，被捕了。勤务组，立刻布设围游栏，控制污染扩散，动作快！总算控制住了。向阳，那个吊坠的秘密，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亚宁，等我把碧海湾彻底理顺了，第一个告诉你，我发誓。好，我等你。不过以后不准再一个人往下跳了。遵命，蓝大研究员。别贫了，圣杰虽然抓了，但他背后的盛世集团还没倒，他父亲那边的人不会就这么算了。所以还不能松懈。圣杰，赵大发标子黑皮，全部供认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要见我爸，我要见盛世集团董事长。商业调查组已经进驻盛世集团总部，冻结了所有关联账户。你父亲自身难保，正在配合调查。警官，我的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他投毒、炸船、谋杀未遂的时候，想过法律吗？圣杰，数罪并罚，证据确凿，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我宣布，秦氏集团与海神阁联合投资5000万的海洋生态养殖项目正式启动。好，向阳好样的，咱们碧海湾有盼头啦！别的漂亮话我不会说，我保证，跟着我干的乡亲
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好日子。林老板，越来越有派头了。那还得感谢蓝研究员的栽培。海神阁加上生态项目的第1期分红，你手里的现金流已经超过500万了。大部分都要投回项目里。冷泉那边的监测设备、养殖区的围网、合作社的启动资金，钱不经花。你真的变了，跟3个月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为了活下去，现在是为了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对了，省海洋所发了一份通知过来，说北边那个废弃渔港要建一个深海科研基地。深海科研，具体做什么的？这片海域即将划为国家级勘探禁区，闲杂人等不得靠近。省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雅宁，这片海域的生态数据归口我负责，我有权了解情况。项目属于国家机密，你们的级别不够，请回吧。刘工，你们用的那个低频声呐频度会严重干扰附近鲸群的导航系统。你一个渔民懂什么声呐？这是我连续3天在近海路的鲸群叫声，以前他们不是这样叫的，自从你们的船来了之后，就变了。你录的那些声音确实有问题，但项目不能停，上面要求我们3个月内完成初步勘探，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片海底有一条活了几百年的古鲸迁徙通道，你们的声呐一响，鲸群的导航系统就被打乱，他们会偏离航线，撞礁搁浅。我只是执行命令。如果你们能拿出足够有力的生态影响证据，我可以向上级申请调整勘探方案。给我3天时间，我给你一份完整的生态影响报告。好，就3天。声呐盆布数据，鲸群密集路线图。好，我记下了。你在看什么？啊，没看什么，数据够了，明天就能出报告。你最近老是走神，而且老是往那个窗台看。在想怎么写报告，才能让刘工那帮人乖乖改方案。对了，雅宁，我总觉得这个刘工没说实话。你是说他背后还有别的目的？我得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动向。小子，那帮人在海底放了好几个铁疙瘩，白天嗡嗡响，晚上就没声了。铁疙瘩长什么样？有多大？圆圆的，脸盆那么大，身上有灯，一闪一闪的。可能是水下声呐基站或者采样设备，得亲眼看看。你可别下水，那边有值班的人。放心，我不下去，你帮我盯着他们什么时候轮班，什么时候没人在，包在本爸爸身上。大半夜的在海边干什么？睡不着，出来吹吹风。刘工不也没睡？你是不是在查我？查你什么？我一开海鲜酒楼的，有什么好查的？那些设备不是勘探用的，是环境监测仪。环境监测？那干嘛半夜偷偷步？因为这附近可能有一条古鲸迁徙通道。我说我在做矿物普查，是不想打草惊蛇。古鲸迁徙通道，你一个地质勘探的关心这个干什么？你看看这个，这是80年代拍的，后来这片海域开发多了，鲸群就再也没出现过。我这次来是想确认他们还会不会回来，所以那些设备是低频声呐记录仪，只记录不发射，用矿物普查的名义做完监测再走。刘工，早说不就完了，误会一场。保密协议不得已。那3天的生态报告你还要写吗？写。正好给你当正式依据。刘工他们是做鲸群监测的，原来是做鲸群监测的，不是搞破坏的，吓我一跳。但他用假身份、假项目，
这事儿还是不对。万一他说的不是实话呢？我查过了，地质调查局确实有一个碧海湾海域普查项目立项，时间对得上。那环境监测的事呢？项目书里写了吗？没有，项目书里只写了矿物资源普查，一个字没提鲸群监测。那就是说，刘工可能在做2件事儿，一件公事，一件私事。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有别的目的？向阳哥，听说海神阁生意爆了，咱们镇的鱼都不够卖了。那就多出海，多补好货。对了，小宋，北边那片海域最近别去。为啥？那边鱼多啊。有科考队在做事儿，咱们别去添乱，等他们走了再放开补。行，向阳哥说啥就是啥，兄弟们记住了啊，北边暂时别去了。记住了。小子，我今天又去北边转了一圈，那些铁鸽子全在海底杵着，一动没动。那个姓刘的没骗你。那就好，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他干嘛非要偷偷摸摸的？人嘛，就爱藏着掖着，哪像我们海里的，有什么说什么。你说的对，海里的事儿反而简单。虾爸，继续帮我盯着，有什么异常随时告诉我。得嘞，本爸爸办事，你放心。跟了一路，出来吧。您搁这儿拍谍战片呢，大半夜鬼鬼祟祟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在挖地雷。合成，省海洋生物研究所的。得，从刘工变成何工，下次是不是改叫张三？你们研究鲸群的人改名字比翻书还快。我这是没办法，有人不想让鲸群回来，怕这片海被划成保护区。我就知道，这年头连鲸鱼回个娘家都有人拦着。说吧，需要我干啥？渔民联名申请保护区，成。我别的不行，忽悠街坊邻居签字这事儿，整个碧海湾排第2，没人敢排第1。你哪来的自信？我二大爷整个村的人都被我劝着买了保险，到现在还在骂我，但说明我嘴皮子利索。另外，水底下那些发光的金属片，你先等会儿。你说的发光金属片是不是指甲盖大小，表面蓝花花，贴在石头缝里那种？你见过？见过啊，我还见过能开口说话的螃蟹，会指路的皮皮虾呢。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记得把资料送海神阁来，我先回去补觉了。向阳哥，你把大伙叫来啥事儿？乡亲们，我问你们，要是有人要把咱们北边那片海搞成港口码头，以后渔船进不去，鱼群不过来了，你们咋办？谁敢？那是老子的饭碗。对喽，所以咱们得签个字，联名申请把海域保下来。签字有啥用啊？签字省力看了，一高兴就批个保护区，谁敢来动，就是跟省力过不去。那字签在哪儿？这不就等您老这句话吗？来，李博，您按个手印，没笔不要紧，我带了印泥。向阳哥，你连印泥都提前备好了，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这叫有备无患。我这是为了大家的饭碗操心。向阳这孩子，从小猴精猴精的，随他爹。二叔，您夸我还是骂我呢？夸你，你爹要是看你今天这样，棺材板都压不住了，指定从坟里蹦出来给你鼓掌。那我回头多烧点纸钱，让他老人家鼓得响亮点。还有没有签字的？看见没？我这叫群众基础。以后支书选我，我第一个给你安排个妇女主任当当。滚蛋吧你！小子，北边又来船了，黑灯瞎火的，跟做贼似的。搁哪儿呢？就在3号浮标附近。船上几个黑衣人正往水里扔东西，扑通扑通的，跟下元宵似的。下元宵？你倒是会比喻。那可不，本爸爸脑瓜子好使，那些圆滚滚的东西比本爸爸拳头还大一圈。你看清船上有什么标记没？船棒子上画了条歪歪扭扭的长虫子，丑得本爸爸想吐。那是蜈蚣，远洋置业的标志。你这审美跟我二大爷有一喷，他看人家姑娘也说长得跟水池成精似的。你才水池精！本爸爸这叫清秀。对对对，清秀，全海湾最清秀的龙虾。行了，说正事儿，他们扔完东西撤了没有？撤了，跑得比螃蟹还快。行，明天我去看看他们下的是什么元宵。你别自己下水啊，万一那玩意儿会炸呢？你不是说那是元宵吗？元宵能炸，顶多煮糊了。本爸爸那是打比方，
你这人怎么不分好赖话呢？放心，我有分寸。你帮我盯着那帮人，再来就吱声。哼，弹脑袋长不高，你负责。林向阳，我刚擦的桌子。别急嘛，这可是好东西，北边水下捞上来的，底下还拖着线，说不定连着摄像头啥的。工业级水下监控探头配套的浮球，谁放的？还能有谁？远洋置业呗。船帮上画着蜈蚣，丑得我瞎爸，我三舅都说难看。你三舅什么时候看见的？昨晚他睡不着，去海边遛弯，正好看见了。我三舅那眼神，200米外能看清虾米公母。你三舅跟你一样能吹。这可不是吹，反正东西我捞回来了，你看看能不能查出信号接收点在哪。行，我下午送绳索检测。向阳哥，不好了，李博家船被撞了。撞了？谁撞的？一艘黑船，今天上午突然冒出来，也不移让，直接蹭着李博的船屁股过去的，船尾木板都裂了。人呢？李博没事吧？人没事儿，就是气得够呛，正坐在码头骂街呢，骂了快2钟头了。走，看看去。你们这些黑心玩意儿，撞了船就跑，赶明儿投胎变王八！李博，您消消气儿，人没事就行。我船尾裂了个大口，修船得1000多。没事儿，这账我帮您记着。那黑船的船老大，回头我让他连本带利还给您。小子，北边又来黑船了，这回没扔浮漂，停在那儿半天不动，好像在等什么。等什么？等天亮？等潮水。本爸爸看了一会儿，那船一直在原地打转，等潮水涨到最高才熄的火。等涨潮，那是要往浅水区进，那边水位不够深，大船进不去。反正鬼鬼祟祟的，肯定没好事儿。要不要本爸爸带弟兄们去船底溜达一圈？你当你是海底洗车工呢？别去惹事儿，我自有办法。那你说说有啥办法？明天合成过来，我让他以省海洋所的名义写份报告递上去，就说北边海域有不明船只夜间作业，建议加强巡视。那要是人家白天不来了呢？那就是心虚呗，越心虚越说明有问题，到时候不用我出手，省里自己就会查他。你们人类这套弯弯绕绕，本爸爸活了3辈子都学不会，所以你还是安心当你的虾爸，少操人类的心。对了，你说的那船帮上有记号没？黑乎乎一片，没见着记号。不过船顶上有一根杆子，杆头一直在转，圆不溜丢的，像个陀螺。那是雷达天线，他们在测绘海底地形。行，这事我心里有数了。有数就行，本爸爸困了，睡去了。明早还要去跟隔壁的招头蟹抢地盘呢。去，打赢了给你加餐。盛世集团真正的老板叫钱德贵，以前做建材生意起家的，后来转行搞房地产开发。远洋置业是他专门用来做沿海项目的公司。也就是说，盛杰在台面上蹦跶，钱德贵在幕后操盘。赵大发最早帮远洋置业收购渔民土地，后来赵大发搞不定，盛世集团才接的手。钱德贵这人特别会躲在后面，从不出面。那赵大发被抓之后，钱德贵有什么动作？他把盛世集团的法人换成了一个跟他不相干的人，自己干干净净摘了出来。表面上盛世集团倒了，但远洋置业毫发无伤。好家伙，这老狐狸把碧海湾当菜市场了。前面的人掀了摊子，他换个马甲继续买菜，贴切。而且我还查到，30年前那批来碧海湾搞勘特的人，背后也是钱德贵在出钱。他当年就已经盯上这片海了。行，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就好办了。所以说他现在有什么动静？前2天有一艘灰色的勘察船停在北边海域，挂着省城一家矿业研究院的旗子。我打听过了，那家研究院常年接受远洋置业的资助。挂研究院的旗子干私企的事儿，这套路够深啊。哼，有钱就是好。连研究院都能租来当招牌，他们现在做什么？取海底人心样本。取样位置在哪？距离太远看不清，但方位就在3号浮标附近。那就是李博曾经说过30年前那帮人打不动的地方。老钱这是吃回头草莓了。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咱们下一步怎么堵他的路？何成，你在省城路子比我广，你想说什么？你回省城去，把钱德贵的脖子给我卡死。他租研究院的旗子走的是省城关系网，你把那几条线给我断了，让研究院不敢再借旗子。何成，你回去之后先别急动作，我这边会以省海洋所的名义给远洋置业发一份正式问询函，要求他们提供海域作业的批文。好主意，问询函先到，后面的事我慢慢布局。钱德贵到时候顾头不顾尾。还是兰大研究员套路深，这叫流程正义，你好好学学。行，我今晚就走，
你这边有动静随时打电话。亚宁，问询函的事越快越好，我到了省城正好接应。明天一早发，走加急通道，3天内必到他手里。你们俩一个从流程上堵，一个从海底下挖，钱德贵这趟算是踢到铁板了。何工，省城靠你。问询函的措辞我得好好琢磨琢磨，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你说我写经群众举报还是例行检查？写热心市民反映，显得特别认真。行，就写热心市民林先生。小子，今天北边那灰船又来了，这回他们放了个更大的管子。知道他们打出来什么东西没有？本爸爸偷偷游过去瞄了一眼，甲板上堆了好几节灰扑扑的泥柱子，有人拿小锤子在那儿敲。那是盐心样本，他们敲开看里面的矿物含量。那要是真让他们找出值钱的玩意儿，这海是不是就保不住了？保得住，只要还没正式挂牌，咱们就还有办法搅黄他们。你说这会让本爸爸干啥？是往船上泼墨汁，还是往甲板上糊海草？你当是过节贴推联呢？别闹！你帮我去做件事儿，看看他们打完钻之后，那些废弃的泥浆往哪儿排了。泥浆？钻探用的泥浆里往往含重金属，如果直接排海里，会污染水质。你找到排放口，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就行。得嘞，本爸爸今晚就去查，保证连他们倒了多少桶都数清楚。查到了，他们钻洞管旁边伸出来一根橡皮管子，直接往海里排灰白色的水，跟刷墙的石灰水似的。排放位置在哪儿？就在3号浮标方向，那一片底下的海草都变白了。好，这就是证据。明天我带采样瓶过去，装1瓶水送去检测。检测出来能咋样？检测出来就知道水里含什么毒了，污染近海生态环境。这事儿就算他背后研究院的名头再大，也得认栽。那行，本爸爸今晚总算没白忙活。对了，你明天去采样的时候带上本爸爸呗，本爸爸给你指路。你那么大一坨在水底下晃悠，人家船上的人一看就知道有东西。本爸爸这叫威武雄壮。行行行，威武雄壮。明天你离远点指路就行。往前滑20米，对，就在你船底下。就这儿了，水色明显不对。好了好了，快撤！远处灰船有人在朝这边看。这片水深不错，回头跟我二叔说声，让他来下网。这水从哪儿来的？北边，3号浮标东南20米。那条灰船排的钻探泥浆，一整片海草都漂白了。我马上送到省城做水质检测，如果重金属超标，那就是实打实的污染证据。有了这个，他们再用研究院的旗子也遮不住了。污染近海生态，保护区候选期间搞破坏，2条罪名够他们喝一壶。3天出结果，这3天你盯紧点，别让他们再扩大了。不用你说，我也会盯着。对了，检测费多少？我先给你转过去。省所的内部检测不收你的钱，就当是我资助碧海湾生态事业了。亚宁高风亮节，改天请你吃最新鲜的9节虾。小子，大消息！老龟拖鱼烧化来了。又咋了？老龟又发现新东西了？老龟说他白天在海底溜达的时候，看到灰船上的人把几个大铁桶抬到钻探平台旁边，桶上画着骷髅头。骷髅头？那是危险化学品标志，他们带了化学品上船。对呀，老龟说那几个桶臭烘烘的，隔着老远都熏鼻子。他们要往钻探泥浆里加化学药剂，那玩意儿如果排进海里，污染比普通泥浆严重10倍。那你上次采的那瓶水还够用吗？不够，得等他们把化学药剂加进去之后再采一次样，2次对比，才能证明是他们在污染。包在本爸爸身上，他们一加药，本爸爸立马来报信儿。这活交给你了，盯紧点儿。对了，小子，老龟还说了一件事儿，灰船这2天晚上老往一个固定方向发信号，一闪一闪的。发信号？朝哪个方向？西边内陆的方向，可能是给岸上的人报信。岸上接应的人，钱德住在碧海湾肯定有线人，赵大发进去了，盛杰也进去了，但钱德贵不可能放着这么大个项目没人盯着。那你觉得是谁？能把船停进去，能拿到码头调度信息的，肯定是本地人。我先让小宋帮我捋捋最近码头上谁跟外面走得近。要不要本爸爸顺便去帮人窗户底下听听墙角？你是螃蟹不是蝙蝠，听什么墙角？行了，你先睡吧，明天还有正经事儿。得嘞，本爸爸睡美容觉去了。小宋，最近码头上谁不对劲儿？
张强，赵大发那小舅子，最近老往镇上跑，找开皮卡的老胡。张强，我都快忘了这号人了。赵大发进去以后，他老实了一阵，这几天又活跃了，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忙啥。赵大发倒了，他这是又找着新靠山了。你继续帮我盯着他。交给我。亮着灯，里头有人。钱老板放心，回传明早撤，我盯得死死的。赵大发进去了，这小舅子果然又傍上了钱德贵，他要出来了，撤不撤？赵大发进去了，你还蹦跶，这回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喂，本爸爸还没汇报完呢，明天再说。你帮我盯住灰船那边。得嘞，本爸爸加班。昨晚帮你采了一瓶加过药的泥浆水，臭的本爸爸差点背过气去。你还会用瓶子？本爸爸聪明着呢，用钳子夹住瓶口往下探，灌满就提上来，就是费钳子。辛苦了，有了这瓶，之前那瓶做对比，证据就完整了。那灰船天没亮就撤了，跑得比兔子还快。本爸爸看他们慌得很，连甲板上的泥珠子都没搬完。心虚呗，知道自己在干坏事，能不多待就不多待。那咱们接下来干啥？宋检，让雅宁把这2瓶水一起送省城化验，等结果出来再说。这区别也太明显了，前面那瓶像石灰水，后面那瓶像泥浆糊。加过化学药剂的颜色都不一样。你帮我送省城加急化验，重点趴铮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今天记冷链，明天到，后天上机出结果。你这2天盯住张强。小宋在盯着呢，他跑不了。对了，你昨天半夜又溜去码头了？我那叫查岗，做老板的不得关心一下夜间保安的工作情况？编，接着编。向阳哥，张强今天去老胡那儿拉了一车东西，盖着帆布，看不清楚是啥。往哪个方向拉的？往北，就是往灰船停过那个方向。去灰船作业的地方拉东西，会不会是剩下的设备或者泥浆桶？那不成，要是把证据都拉走了，咱们捡啥？别急，灰船作业的位置是固定的，底下已经排进去的泥浆拉不走，顶多把甲板上剩下的搬走。那瓶水样才是铁证。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他拉，让他拉。他越是急着销毁东西，越说明心里有鬼。等他忙完了，我再去找他聊聊。聊啥？聊他最近发财的路子呗。林向阳，你来干啥？强哥，别紧张嘛，老熟人了。听说你最近发财了，拉了好几趟货。我就帮人跑运输，赚点辛苦钱。帮谁跑啊？我听说你拉的是北边灰船的东西，那船不是走了吗？我不知道你说啥，我拉的是普通货。强哥，咱俩打交道也不是1天2天了，我就是提醒你，有的人的钱好赚不好花，你姐夫的下场你也看见了，心里有点数。铅超标15倍，汞超标22倍，还有2种有机无机残留。这玩意儿排到海里，鱼虾蟹全得完。有这个报告，环保督察那边可以直接下停业整改令，研究院的名头再大也没用，总算抓到实锤了。你打算怎么用？报告先不急着往上报，张强那边还跟钱德省通着气，我要利用这根线把老钱逼出来。你想引蛇出洞？对，让张强传个话过去，就说有人手里有一份北边海域的污染检测报告，打算高价出手，问钱老板感不感兴趣。你是想假装卖报告，引钱德贵亲自来碧海湾谈？对，他只要踏入碧海湾的地界，就好办了。万一他不来呢？派个手下来呢？那我就把报告直接寄给省环保督察组，他爱来不来，损失的是他自己。你这是软硬兼施，逼他就范。我这是赶海的法子，网撒下去，鱼爱钻不钻，不钻我就收网，钻了我连鱼带网一块拎。行，我这就去找人放风。不过你确定张强会传这个话？他那个德行，这么大一个消息攥在手里，
他能忍住不跟自己新主家表功？放心，他憋不过今晚。小子，你猜本爸爸今天在北边发现啥了？又发现什么了？你怎么这么多发现啊？没办法，小弟多就是厉害。我跟你说，灰船撤走之后，张强拉走一堆桶，但有一个桶漏了，掉在海边的石头缝里，没被他发现。桶上有没有标签？本爸爸特意看了，上面画着骷髅头，还写着什么毒什么腐，反正一看就不是好东西。那个桶在哪儿？带我去看。就在北边老灯塔西面100米，退潮时才露出来。明天一早去，保准还在。这回你立大功了，加餐翻倍。这还差不多，本爸爸明天给你带路。没错，跟船上用的化学药剂桶一样，里面还有残液。这玩意儿能当证据不？能，加上之前的水样，铁证如山。臭死了！这帮人往海里倒这种玩意儿，简直丧良心。所以这回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还回来。那咱们现在干啥？回去布局，该给钱德贵下饵了。谁？强哥，别紧张，就我。你大半夜来干啥？刚才跟钱老板通电话呢，聊我那份报告的事儿。你怎么知道？钱老板是不是跟你说，让你想办法把我手里的报告买过来？这是啥？钱老板没告诉你的东西。你到底想干啥？你帮我带句话给钱老板，报告和桶都在我手上。后天下午请他亲自来碧海湾，或者派个能当家的来，咱们当面谈谈。我凭啥帮你传话？我跟他就是普通生意往来。强哥，你姐夫赵大发怎么进去的，你心里比我清楚。他给钱老板当白手套，钱老板把他卖了。你现在干的活跟当初赵大发干的有什么区别？你姐夫判了15年，你自己掂量掂量。话我帮你带到，但钱老板来不来不是我能决定的。带到就行，他来了最好，不来我也能接着往下走。强哥，你好好琢磨琢磨，给人当枪使值不值？小林老板，年轻有为啊！我听说你3个月前还在被人追债。钱老板消息真灵通，没错，拜您手底下的赵大发所赐，500万，买你手里那份报告和那个桶，咱们交个朋友。钱老板，您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年轻人胃口太大，容易撑死，开个价吧。污染海域的账不是钱能平的，我要远洋置业从碧海湾彻底撤出去，所有收购的地皮原价退回，包括你藏在那个桶里的东西，全部清理干净。小朋友，你知道跟我作对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吗？不知道，我就知道跟我作对的人现在要么在看守所，要么在跑路。钱老板，您选哪个？你以为拿一张照片、一瓶水就能扳倒我？钱老板，您说的照片和水的确不够，但如果再加一段视频呢？500万您还是拿回去吧，我的条件不变。您考虑好了让张强给我回话，不过我耐心不太好，3天之内没有答复，你懂的。对了，提醒您一句，您手底下那几个在码头上望风的人也该换了。小子，今天钱老头走的时候脸黑得跟墨鱼汁似的，本爸爸在码头底下看得清清楚楚。你怎么认识钱老头的？他往哪个方向？我消息灵通，这你别管。他往西边公路走的，上车的时候还回头瞪了一眼码头，那眼神跟要吃人似的。让他瞪，他那点势力在碧海网翻不起浪了。视频、照片、水样桶，4样证据攥在手里，他不敢赌。那你说他真的会答应撤走吗？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手。赵大发和盛杰的下场他看得见，这笔账他算得过来。那就好，本爸爸今晚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这2天盯梢盯的触须都细了一圈。多吃点补补，别受托降了，回头隔壁螃蟹认不出你。那感情好，本爸爸下辈子还跟你混。钱德贵、林向阳，哪一个我都得罪不起。早知今日，当初不该跟着赵大发干那些破事儿。看看，你赢了。远洋置业会退出碧海湾，包括北边那片海里的东西，我会找人清理干净。你手里的4样东西，该销毁的销毁，桶里剩下的化学液剂和废料也必须运走，运到有资质的处理厂。已经在办了，3天内全部清完。钱老板，我会不定期监测北边水质，如果再有，随时可能出第2份报告。蓝建元做事严谨，我领教了。既然答应了的事儿，就不会再犯。那咱们这桩事儿就这么结了。林向阳，后生可畏，但愿咱们以后不会再碰面了。
他居然真答应了，我还以为得打一场硬仗。他这种人精算得清账，赵大发判15年，圣杰也进去了。他要是再硬撑，下回进去的就是他自己。你这次真的胆大，一个人去堵钱德伟，还拿视频跟他叫板，你就不怕他狗急跳墙？怕啥？我背靠大海，有乡亲们，还有你兰大研究员。他一个做生意的，跟我一个赶海的拼命，不值当。说来说去，你还是在夸自己。我这叫自信。对了，北边水质监测这事儿你帮我盯着，他答应的清理必须有下文。放心，我隔半个月就去采一次样。他要是敢偷工减料，第2份报告随叫随到。向阳哥，钱德贵的人今早把最后一批废料桶拉走了，码头地面也冲干净了。干净了就好。你爹要是看见今天这境况，准得从土里蹦出来夸你。他还有脸来？当初帮着赵大发、钱德贵干了多少缺德事儿？钱德贵走之前，在旧仓库墙角藏了半桶残液没拉走，我盯了2天，怕漏了污染海水，特意给你送过来。以前的事儿对不住你，也对不住碧海湾的乡亲们。现在知道后悔了。当初跟着俄钱通风报信的时候，怎么不想着缺岛？向阳哥，你可别心软，这种墙头草靠不住。海参阁冷矿缺个管理员，月薪4000，干满半年涨500，规矩就一条，管住嘴，手脚干净，再碰歪路子，我直接送你去见你姐夫。你真愿意用我？你在码头干了10几年水产，海鲜品类冷链温度门儿清，管冷库比外行合适，活儿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干得好，踏踏实实吃饭，敢耍心眼儿，后果自负。真让他管冷库啊？万一反水怎么办？放眼皮子底下盯着，总比放出去再被别人当枪使强。他懂行，也真知道怕了，比招个不知根不知底的陌生人稳妥。但愿他这回是真改了吧。连续3周水质正常，钱德富这回是真干事干了。那就行，总算能睡几天踏实觉了。海参阁稳了，地皮保了，仇人解决了，你那个吊坠的秘密是不是该交代了？雅宁，你这是催婚还是查户口？你当初说等碧海湾理顺了就告诉我真相。等哪天我彻底搞清楚这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告诉你，向大海发誓。行，等着。小子，冷泉那边有怪事儿，水底一大片金黄色大鱼，少说几百条，你以前是不是见过？我想起来了，之前去找黑金豹的时候，在古沉船旁边亲眼见过那条鱼道，当时急着摘鲍鱼没信看，后来事儿太多忘了这茬。原来你见过，那明天再下去看看呗。本爸爸总觉得那些鱼不简单。你说的对，明天一早你带路，我再下去看看那条鱼道到底通向哪里。得嘞，本爸爸今晚守那儿。这边，黄鱼群还在老位置，比前2天更多了。跟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果然是活着的黄金鱼道。本爸爸没骗你吧？看这阵仗，够你开10家海参阁。不止10家，这些黄鱼如果能在这边稳定繁衍，碧海湾往后几10年都不愁了。又是你，上次来摘鲍鱼那个年轻人。大哥，你还记得我？记得，你身上有股特别的气味，跟其他人类不一样。他是这群黄鱼的头，辈分老道了，本爸爸见了都得叫声爷。哼，你这瞎话倒不少。大哥，我这次来不是摘东西的，就想拍些影像记录，看看你们的鱼道。拍吧，但记住了，这条道是我们黄鱼族几百年传下来的。你们人类要是敢动歪心思，我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让你们得逞。我保证，只记录不碰。这规模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林向阳，这是一整条野生的黄鱼洄游通道。老渔民口口相传的东西居然是真的，你说现在怎么办？必须申请专项保护，这件事不能声张，一旦传出去，省城那些海鲜老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那就谁都别看，今天这段影像除了你我，谁都不给看。我明天再下一次水，等你把立项申请递上去，再把完整资料作为附件提交。年底前如果能出一份完整的种群评估报告，明年就可以正式申请国家级组织资源保护区，到时候就彻底稳了。那还等什么？明天继续下水。这条肥，这条肚子大，这条眼睛有神，这条是上次骂我那老头。什么老头？人家是黄鱼头领，辈分高着呢。反正他说话的时候，本爸爸不爱听。对了，小子，今天下午有海星来报信说，岸上有人打听冷泉的事了。谁？反正不是本地人，穿着皮鞋来的，走路踩得嘎嘎响。海星说他老远就听见了，动作够快的。这事才几天，已经有人盯上了。那咋办？要不要本爸爸让弟兄们在那片海域外面摆点姿势，吓唬吓唬他们？什么姿势？排成一排，集体瞪眼。本爸爸管这叫海底18罗汉阵。老板，我姓孙，叫我孙胖子就行了。听说你们这儿的海鲜新鲜，想订一批货。行啊，你要什么货？我听说冷泉那边有好货，黄澄澄的那种。冷泉那边水太深，没什么好货。您看这海鲈鱼，早上刚捞的，新鲜。就这？我听说可不是这样。您听谁说的？碧海湾的鱼我都熟，冷泉那边除了石头就是海草，连条像样的石斑都没有。行吧，那我再去别处看看。
小子，白天那个孙胖子在码头转了一下午，逢人就问冷泉的事儿。问出什么了？问到小宋头上了。小宋说冷泉那边啥都没有，就是水粮，把人打发走了。姓孙的又去了老胡的修船铺，问能不能租条小船去冷泉转转。老话说船坏了，正在修。老胡上道，看来这人还没死心，明天可能自己弄条船去探。那咋办？要不要本爸爸带弟兄们在他船底下蹲着？他一靠近冷泉就集体冒泡吓他。不用他吓他，反正冷泉那边水流急，他一个外行人倒了也下不去水，让他自己看见水深流急反而死心。你们别在他船底下闹，免得打草惊蛇。行吧，本爸爸听你的。不过要是他真下水，那可别怪本爸爸不客气了。只要他不下水，随他。这水深的至少20-30米吧。哟，孙胖子，您还真来了。这地方水急得很，别靠太近，小渔船容易翻。我就随便看看。冷泉水温常年10几度，底下都是暗流。你要是想钓鱼，我推荐南边那片滩涂，巴掌大的钓鱼多得很。行了行了，不看了。本爸爸的海底18绿航阵见效了吧？撤了，收工。省海洋所批了，冷泉黄鱼种群调查项目正式立项，你林向阳是第一任民间护鱼员。总算拿到了，有了这东西，再有人来打听，直接递聘书。项目周期1年，经费30万，主要任务是记录黄鱼群的季节变化和回游规律。年底前要交第一份年度报告。现在3月，年底还有9个月，够我摸清那条暗道到底通向哪里了。另外，我提醒你，项目虽然批了，但黄鱼群的消息肯定捂不了多久。那个孙胖子就是个信号，后面还会有更多人来。来一个挡一个。碧海湾这片海域现在是我罩着的。行了，护鱼员同志，明天正式上岗。又来了，本爸爸的水池都快装不下了。年轻人，听说你拿到了护鱼员的聘书，大哥消息真灵通。是的，今天刚拿到的，我不太懂。单上你既然有了名分，冷泉这片我就不担心了。不过有一件事要提醒你，再过半个月就是月圆，月云，产卵期。对。今年暖得早，鱼群比往年提前10来天，到时候我会带他们从暗道里出来，在东侧那片礁石上产卵。大爷放心，本爸爸已经排好班了，海星6只，招销蟹12只，八爪鱼3只，轮流站岗。半个月，农历4月初，前辈，到时候我一定提前到，相机架好，保持距离。还有个事儿，你最近小心点，海里有些鱼告诉我，岸上人开始在碧海湾周围租仓库了。租仓库的人通常不是来旅游的。租仓库，你说会不会跟孙胖子那帮人有关系？不光是孙胖子，雅宁说的对，黄鱼群的消息捂不了多久，有人租仓库，说明已经在为大规模收购做准备了。那咋办？要不本爸爸派海鸥去仓库门口看谁进出？可以，但让他们离远点，别被发现了。明天我让小宋去打听一下，看仓库租给了什么人。得令，本爸爸这就去排班。查到了，仓库租给了一家叫金海源水产的公司，法人姓吴，省城来的，租了3个仓库，都是带冷库的那种。3个冷库，这是要囤货。金海源水产，你听过这名字吗？没听过，但老胡说他见过孙胖子跟一个开黑色越野车的人吃过饭，车牌是省城的。先别打草惊蛇，你去帮我盯一下那个仓库，看看最近有没有运海鲜的冷链车进出，有情况随时告诉我。交给我吧，我二舅就在那条街上开小卖部，我让他帮忙盯，保准不露馅。行，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小子，老寄居蟹说今天下午有一艘小快艇在冷泉外围转了好几圈，船上有人拿着望远镜往东边礁石区瞅，还扔了个东西下水。这回不是圆的，是长条的，像根棍子。又放设备。金海源的人动作真快，那根棍子扔在什么位置？东边礁石区，靠近那片新型礁石旁边，跟上次圆溜溜的那个隔了没多远。他们这是东一个西一个，把冷泉外围都布满了。下巴，你今晚带几只八爪鱼过去，把那根棍子缠住，拖到深水区扔掉，别让船上的人第2天找着。得嘞，本爸爸亲自带八爪鱼去，保证干得利索索。就是他，金海源的吴老板。林老板吧，久仰大名，别人吴金海，省城做水产批发生意的。吴老板大老远跑来碧海湾，有事儿？听说冷泉那边出好东西了，金黄色的那种。吴老板消息是快，不过我劝您别费心思了。冷泉那片海，省里刚批了保护区，管得严。我是护鱼员，您要是想调研，可以走正规流程申请。正规流程啊，没问题，我这就让公司打报告。话说明老板，碧海湾的鱼迟早要出水面的，你一个护鱼员挡不住所有想做生意的人。吴老板说的对，鱼的确迟早要出水面，但怎么出、谁出、什么时候出，省里说了算。我就是一个看海的，您跟我较劲没意思。林老板会说话，行，那我回去准备报告，咱们改天再聊。向阳哥，这人比那个孙胖子看着难缠多了。难缠不怕，只要他走正规程序，咱们就按规矩来。怕的是他不走流程偷着来。你继续盯好仓库，有冷链车进出告诉我。明白。第一件事，八爪鱼们把那根长条棍子拖到深海沟里去了，扔得远远的，保证找不着。干得漂亮。第2件呢，仓库那边有动静，今天下午来了2辆冷链车，停了一会儿又走了，没装货，像是探路的。探路，他们是在确认运输路线。看来吴金海嘴上说走流程，实际上已经在做捕捞准备了。那黄鱼头领说的产卵季就快到了，他们是不是想赶在产卵前动手？有可能。
产卵前的黄鱼最肥，价格也最高。吴金海要是想抢在保护区正式挂牌前捞一笔，这段时间就是最好的机会。那本爸爸让弟兄们日夜轮班守着，别急，他们探完路，下一步就是找船找人。你和海星们盯住冷泉外围就行，一旦有渔船靠近东侧礁石区，立刻来报。年轻人，我刚才路过东侧礁石区，闻到水里有铁锈味，有人在水底拖过东西。拖过东西？大概什么时候傍晚？味道今天很淡，但错不了。铁锈味对我们黄鱼来说，跟你们人类闻到煤气差不多。完了，对方已经提前踩过点了，大半夜的拖东西。前辈，产卵季具体还有几天？按潮水算，还有5天就是月圆夜，我鱼群会在那天下半夜出动。5天，够了，我这5天就把冷泉外围盯死，一只船也别想靠近。信你，走了。 20分钟前，虾爸说东侧礁石区有渔船靠岸了，现在看看他们是谁。就是这片礁石，上次扔的探测棒就在这个位置。孙胖子，大半夜跑来捞探测棒，真当碧海湾没人啦？待会儿听本爸爸口令，一起拍水。什么东西？船底有东西！是不是鲨鱼？哎，撤！这片水不对劲儿，先走。怎么样？本爸爸的海底闹鬼阵够给力吧？到位，回头给你加餐。加3斤。亲眼看见野生黄鱼产卵，这辈子值了。好家伙，本大爷这是看了场黄鱼界的婚礼啊！要不要随份子？年轻人，你都拍下来了，那这条鱼道就托付给你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来。本爸爸在海里活了几十年，头回觉得当鱼也挺不赖的。回去给你加3斤沙蚕，庆祝你第一次被鱼感动。那得加4斤，熬夜费体力。我做了这么多年海洋生态研究，还是头一回亲眼看到野生黄鱼在天然环境里产卵。向阳，你拍到的东西太珍贵了。那当然，我熬夜蹲了半宿。不过话说回来，产卵季过了，黄鱼群会离开冷泉一段时间吧？产卵后，它们会退回深海休养，等鱼苗孵化出来才会再回来。这期间，冷泉反而安静了。那吴金海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趁这几个月在冷泉外围布更多设备？所以我打算以省海洋所的名义，给碧海湾周边所有码头发一份正式函文：冷泉海域进入生态休养期，禁止一切商业捕捞和探测活动。这招好，有了正式函文，吴金山想搞小动作就得掂量掂量了。我下午就把函文拟好，明天送达。向阳哥、兰姐，好消息！那个吴金海今天来找码头调度老孙头，想租保卫放船，老孙头直接甩了张省海洋所的函单给他看。老孙头倒是上道。老孙头说了，上次远洋之夜那帮人在碧海屋乱搞的时候，他就后悔了。这回他站对队伍。你再去帮我递句话，休养期内，谁的船都不准靠近冷泉3海里以内。谁要是偷去了，以后海参阁的货就不收他的了。得嘞，我挨个去说。你现在在码头上说话，比村支主还管用了。那还不是托兰大研究员的福，您那封函件才是正经的尚方宝剑。小子，吴金海昨天去镇上买了条2手渔船。买了船？他打算自己下手？船就停在西边小码头，上面还盖了块蓝发布，鬼鬼祟祟的。海兵甲亲眼看见的。他还往船上搬了好几卷绳子，看着不像钓鱼用的。要是普通下网捕鱼，用不了这么长的绳子。他在准备什么？会不会是那种沉底的大网，放下去不用人守着，过2天再来收？流刺网，那玩意儿专门围鱼群，真要给他们在冷泉外围下了流刺网，黄鱼回来的时候一头撞进去就完了。那赶紧去把船凿了。别急，船在岸上，你们动不了。亚宁的禁渔函件已经发了，他要是敢在休养期下网，看我怎么收拾他。年轻人，我听说有人买了船，还往船上搬了绳子。消息传得真快，您放心，我已经安排了。你安排归你安排，不过我也让鱼群留了几个后手。我在暗道入口处养了一窝海族。好家伙，黄鱼还养海丹当保安？我那窝海丹养了10几年了，个个肥，谁碰扎谁，比你们靠谱。
本爸比这周也干了正事儿，夜夜蹲冷泉，都熬出黑眼圈了。行了行了，都靠谱。于大哥您放心，那艘船下不了水。那窝海胆你要是喜欢，产卵过后可以带走一些。走了。我昨天又去查了金海源水产的工商记录，吴金海的公司注册资金500万，但近3个月流水突然翻了3倍。翻了3倍，有人给他注资？我找人问了，背后是一家叫深海源的投资公司。你猜这家公司以前投过谁？盛杰，还是远洋置业？都不是。这家公司以前投过30年前碧海湾那个勘探队，那支勘探队的钱就是深海源出的。也就是说，钱德惠虽然退出碧海湾了，但他背后那批人换了个壳子，又让吴青海接手了。很可能。吴金海表面上是省城水产商，实际上还是那批人在背后推。30年前他们没挖到矿，30年后改挖黄鱼了。亚宁，这已经不是吴金海一个人了，他们背后的势力比钱德远大得多。我知道，所以我明天回省城一趟，当面找海洋所领导汇报情况。这事儿得从上面压，光靠咱们2个扛不住。你一个人回去，万一他们盯上你呢？我是海洋所研究员，他们动我就是跟海洋所过不去。吴金海背后的人再厉害，还不至于在单位门口撒野。行，那你路上小心，到了给我发消息。向阳。碧海湾这片海域你发展了这么久，我帮不上别的忙，但上面的事儿我替你顶着，你安心盯好冷泉。蓝大研究员出马，一个顶我10个，去吧，等你回来给你炖黄鱼汤。黄鱼是保护鱼类，炖了犯法。走了。小子，你看，他们动了。今晚潮水好，天黑浪平，你们到了地方下完网就撤，天亮前回来。老板，那护鱼员那边，他今晚在镇上吃饭，有人给我报了信儿。趁他不在，赶紧办。小子，他们真要去下网，你那个吃饭是咋回事？我那是故意放的风，要不这样怎么能让他们安心出来？干什么的？休养期禁止出海，把船靠回来。老板，把船靠回去。你看他那脸，跟吃了死螃蟹似的。吴老板。大半夜的，您这是要去哪儿夜钓啊？林老板好本事，今晚算我输了。吴老板这说的是哪里话？我就是出来散个步，正好碰上。明天我要去省城一趟，你要是还想下网，等我回来再约。亚宁啊，你这份报告写的扎实，碧海湾的情况比我预想的严重，所以我申请省里直接下文，将冷泉海域的临时休养令升级为正式保护条例。报告我批了，下周的局务会上我会正式提交，你做好答辩准备。谢谢陈所。你这1年变化不小，以前就知道闷头做数据，现在学会跟人斗智斗勇了，跟那个护鱼员学的吧？陈所，您别取笑我。小子，蓝大美女那边搞定了，批了，下周上局务会，只要条例一过，冷泉就是铁打的保护区，谁也别想动。那吴金海那帮人就没戏了。条例批下来之前还有1周，1周之内他们还会想办法搞事儿。这2天你继续盯紧西边码头。行行行，本爸爸去值班。对了。那窝海胆用不用借过来放西马口水下，扎他们船底压的？先留着，等实在挡不住了再说。小子，吴金海出船了，这回不是小渔船，弄了条大铁船，甲板上堆满了网。大铁船？他从哪儿弄的？不知道。天黑前悄悄靠的岸，现在正往冷泉方向开呢。本爸爸看的阵仗，今晚是要把整片海域一网打尽。你去把所有弟兄都叫上，冷泉集合。能游的、能爬的、能夹人的，全来！得令，本爸爸去摇人。快点，天亮前收网走人。吴老板，您这是演哪出？冷泉休养期禁止捕捞，把网收回去。林向阳，今晚谁都拦不住我，网已经下水了，你报警也来不及。省里条例下来之前。今晚这批黄鱼就是我的。好，你非要来硬的，那就好好收拾你。兄弟姐妹们，有人伤害你们的子孙后代，出来干活了。弟兄们，本爸爸带你们去干大事，目标那艘大铁船，把他们的网给我拆了。老朽这辈子还没拆过这么大的网，新鲜。虾爸，你让开，让我来动手。老板，水底下有东西，金色的。网裂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海里都疯了吗？
你踩到我脚了。老板，这船开不动了，螺旋桨被什么东西缠死了。林向阳，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我就一个护鱼的。可能是您把海里的朋友们惹不高兴了，我劝您赶紧把剩下的网也收回来，再晚我怕他们连船底都给你掀了。祖宗们饶命啊！我就是打工的。收网，把下的网全都收回来，把剩下的网全都收回来。报告局长，任务完成，网全收了。林向阳，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吴老板，我就是碧海湾一个赶海的，但我知道做事要有限度，同样提醒你做事不要太绝。他们还会排队撤退。走，开船，离开这鬼地方！小子，本爸爸今晚威风不威风？威风！回头给你批个年度最佳摇人奖，那得发奖金。年轻人，今晚这份人情，我黄鱼族记下了。于大哥放心，碧海湾永远有你们的位置。那个花里胡哨的人类要是再来，让虾爸去找我，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大爷走好，下回沙产我请客。怎么着？各位今晚不回去睡觉，搁这儿开总结大会呢？本爸爸代表碧海湾海底事务局全体成员向林局长汇报工作，今晚成功阻止非法捕捞一次。行了，我宣布今晚行动圆满成功，全体放假3天，沙产管够，沙产！合作社大股东，该你了。乡亲们，接下来海参崑水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保护区限额捕捞份额统一分配，统一销售，咱们自己当老板，再不被贩子压价抽水。向阳，说清楚，统一销售到底咋算？合作社按市场价收鱼，年底还有分红。我第一个入社。年底真能分红？我林向阳什么时候说过空话？今年份额不多，往后年底分红，够您换条新船。我家那破发动机冒黑烟3年了，换了新船，我天天捞最好的货。今天签了132户，全碧海湾的渔民都在了。等年底分红，明年家家户户都能换新船新网。从被追债到带整条渔村翻身，你还真是厉害。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别感慨了，明天第一批黄鱼出库，早点睡，别又蹲到半夜。那蓝研究员陪不陪我蹲？自己蹲，我写报告去。等等我。看见没？那些都是咱家局长的船，真是越来越热闹了。虾爸，你也算劳苦功高了。那当然，后年本爸爸就退休，天天吃杀熟。